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一起诞生。在曾经那些医药资源匮乏的时代，阿司匹林的神奇疗效使它成为医学史上的经典之一，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谁能想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他就是德国闻名于世的药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发明了神药与毒品，他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里是知识天梯。在医学和治疗手段尚未出现的古代社会，人们面对疾病时只能依靠本能去尝试各种植物。这种试错的过程逐渐让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某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并将它们传承了下来，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医学体系。除了口头传承，记录这些草药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图案和文字。3000年前的埃及医学手稿中就记载了柳树皮和柳树枝具有镇痛、消肿和保健功效。不光埃及，这个说法在我国中医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然而，柳树皮的药用潜力在古代并没有被充分发掘，直到19世纪，阿司匹林的故事才正式开始。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而水杨酸也恰巧存在于柳树皮中。1874年，来自苏格兰的麦克拉根医生根据古代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成功地从柳树皮中提取出具有疗效的物质。这个提取物能够降低患者的体温，消除浮肿和疼痛。这一发现刊登在了医学杂志上。后来，德国的约瑟夫·布赫纳首次从柳树中提取出柳苷。1838年，一位意大利研究人员成功地从柳苷中提取出了水杨酸。至此，人们才弄清楚到底柳树为什么能够治疗疼痛。然而，尽管水杨酸具有卓越的医疗效果，但由于其酸性特质，如果人体长期服用，会引发不良反应，甚至是胃溃疡或者胃出血。很多病人也受这些副作用的折磨。直到1894年，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出现，才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带来了著名神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诞生11天后，海洛因出现了。两者出自同一人之手，发明它们的人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呢？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1838年，有人提取出水杨酸，为当代医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水杨酸有很大的副作用，因此很多人也是不敢用。直到1894年，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加入了德国拜耳制药公司，对水杨酸进行了化学改良。后来，媒体报道说，霍夫曼的父亲长期患有风湿疾病，一直以来依赖水杨酸缓解疼痛，也因此承受了副作用的困扰。霍夫曼本身就是医学出身，一方面他对水杨酸的提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来减轻父亲的痛苦。经过多次试验，霍夫曼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合成了一种叫做乙酰水杨酸的物质。这种新物质保留了水杨酸的疗效，副作用明显大幅减少。拜耳公司将其注册为商标名阿司匹林。它的出现被视为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对古代植物疗法的延续和发展。阿司匹林被认为是第一个合成药物，是许多人缓解疼痛、发热和消炎首要选择的药物之一。不仅如此，阿司匹林还在心血管健康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被广泛用于预防心脏病和中风，尤其是那些存在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患者。这些年来，随着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阿司匹林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结肠癌和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这种药物确实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率。更有研究表明，每天服用低剂量的药物，甚至还能够降低一些胃癌、食道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千家万户带来了更多生的希望。曾经甚至有人扬言，每天一片阿司匹林远离医生的药物。它从被发现到现在已经陪伴人类100多年，是世界医药市场最经典的药物之一。既然阿司匹林在当时就已经家喻户晓了，但是为什么发明这样一种神药的霍夫曼没能获得诺贝尔奖呢？一个是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非常严格，通常要求被提名者的工作必须在特定年份内做出显著贡献。虽然阿司匹林的发现在19世纪末，但霍夫曼改进的乙酰水杨酸在20世纪初才问世的，所以可能无法符合诺贝尔奖的时间要求。
最主要的原因是，后来有人出来揭露说，霍夫曼改良水杨酸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海洛因是如何出现的？为何会在阿司匹林之后被发明出来？阿司匹林自研制以来，在医学领域都有着极高的地位，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它的发明者霍夫曼并没有因此获奖，相反，还陷入到了另一个麻烦之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本阿司匹林的发明被描绘成费利克斯·霍夫曼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而投身医学研究的感人故事，但实际上这个故事只是拜耳公司为了更好的推广和销售阿司匹林而编造的。其实霍夫曼本人最初的本意并没有想为水杨酸做改进，他当时正在进行煤焦油研究，后来接到了导师阿尔图下达的任务，转而尝试改进水杨酸。于他而言，这更像是一场意外的成功。此外，早在1853年，化学家弗雷德里克已经合成了乙酰水杨酸，但这个发现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因此，虽然阿司匹林在西班牙流感中发挥了很大的功效，一度被称为是人类神药，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但是由于拜耳公司编造的营销故事和乙酰水杨酸被发现的时间原因，导致这一奖项迟迟没有被颁出。而霍夫曼本人却并不在意这些，他在成功合成阿司匹林后，又开始研究将乙酰技术应用到其他的药物中。吗啡最初是为了镇痛和减轻病人的痛苦而研制的，但吗啡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开始使用就很难戒掉，并且具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霍夫曼第二个尝试研究的对象就是吗啡，他将乙酰基添加到吗啡分子中，想要消除吗啡的副作用。在阿司匹林发明短短11天后，海洛因就在实验中正式问世。尝试过海洛因的人无一例外的都会感到精神，并且它的镇痛效果十分显著，相比吗啡来讲，副作用也小得多。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海洛因普及速度非常之快，深入到世界各地的药店，被广泛用于医疗领域，甚至还堂而皇之的和阿司匹林等药物一起出现在广告中。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海洛因的危险性和成瘾性，正式被列入了毒品的名单中，成为一种明令禁止的非法药物。霍夫曼也在漫长的岁月中饱受世人的谴责和指点，最终死去。似乎大家只记得是他将魔鬼带来人间，却忘了他曾经制造出挽救人于水火之中的阿司匹林。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